流放之路国际服热度飙升，考研之路必备常用网站推荐，汉化教程都整理好了，包你入坑事半功倍。对萌新来说啊，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网站，一个是这边的人网，一个是编年史。那这两个平时也都是要结合在一起看的。忍者网你就搜 POE Ninja 就能找到。然后忍者网的主要作用，它第一个可以实时查看到对应联盟的一个通货比例，比如说多少混沌石换一个神圣石，然后比如说各种传奇装备的价值波动都可以在这找到。这边你点这个 trade， 比如说你要某一件装备，你点一下它就可以给你直接跳转到国际服的一个市集，你就可以直接在市集里搜索相关装备进行交易。对于英文名字的搜索，你则需要对应编年史去进行查找，在编年史的传奇里面找到相关的这件装备，然后你给它切成英文版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在 Ninja 里找到这件装备并且去进行交易。然后在编年史其实也是可以点击直接跳转到市集交易的，就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然后 Ninja 的第二个核心功能主要还是查看头部玩家的搭配使用的技能和人口比例。我们可以在这边，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联盟，也就是现在这里是佣兵联盟，这个默认选择的是根据经验排序，然后这里就是最后一次快照，开服3小时，开服6小时。后面呢，比如说你在国服入坑的话，那可能国际服其实已经7天了，那这边你就可以考虑选择成国际服的第1天，然后国际服的第3天、第7天啊，你通过这个顺序来抄作业，抄到的才是最贴合实际的作业。然后在这边可以通过筛选相关的技能或者筛选相关的传奇装备，那这个相关的翻译也是要结合编年史去进行的。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你想要抄作业的职业，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装备搭配，然后技能搭配和天赋搭配这里也都有，你可以搭配这边的网页汉化来进行使用。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在这个右上方啊，你可以直接把它复制导入到 POB 里面。你导入到 POB， 你就可以自行对它的天赋和装备进行一定的这个改变。后边也会介绍 POB 在哪里搞定。说到汉化和流放1的小工具，推荐大家使用迅游加速器，一键获取游戏客户端。右边有完整的游戏汉化教程、市级汉化教程，手把手有安装包。Steam 和国际服官网也都能直接跳转，迅游还有相关的过滤器、查价器等对流放非常实用的工具一应俱全。在口令兑换中输入摸鱼冠军666，可以白嫖加速时间畅玩游戏了。然后刚才也有提到流放的编年史，直接搜索流放编年史就能找到啊。编年史就相当于是流放的数据库，它这里你可以查到包括装备、技能、升华在内你想查到的所有的东西，以及各种玩法的产出都可以在编年史找到。编年史应该说是整个游戏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啊，你就直接给它加入到收藏夹里就对了。繁体的、中文的、英文的都有，可以随时切换。编年史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主要还是在装备词条这一块，不管是权重、做装时候词条所属的这个属性，然后它还有包括速界、列界这相关的一个特殊词条的前缀后缀，它都给你显示了。那这个东西对于你在平时做装以及选购装备的时候，你一定要结合编年史和相关的 BD 来看这个装备基底，千万别搞错了。然后稍微进阶一点的玩家抄作业，或者说你英文比较好的呢， Max Row 现在对流放1的适配也很好。Max Row 主要都是以老外的内容为主，这边比如暗黑4的、流放2的，然后最后纪元的都有。那现在它的流放1这个做的也很好，我们在这个 build 里面就可以找到老外写的相关的。那这个 Max Row 这个最好用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拽条啊，从1级到高等级，它这个只要制作 BD 的这个人给你点了相关的天赋和技能连接啊，你都可以通过拉拽这个条来实时查看到每一个等级需要换什么样的装备，需要怎么点天赋，后续它可能这个天赋有的地方取消，有的地方再新增。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然后在国内也是很难找到对手的。但是缺点就是确实这个东西是英文的，你需要结合一下网页翻译，勉勉强强能看得懂。你还是以这个结合编年史的英文啊，可能才能看得更清晰一点。BD 写的以及 BD 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常用的是还有一个叫做装的，大家可以直接搜这个英文啊，这个是一个外网的做装软件，但是要有特殊方法才能打开。然后国内的话有一个叫流放创世纪的网站，它也有这个相关的做装选项，
但是我平时用的比较少，我不确定它的数据库是不是最新的，但是基础的坐庄内容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国内相关抄作业的论坛的话，除了某站看视频之外，比较靠谱的就是采蘑菇论坛的话，相对的攻略内容会多一点，这边流放之路的论坛。然后采蘑菇主要是有这边的一个 POB 的工具、汉化、补丁包、一乐文字的这边都有，包括 POB 的怎么使用、过滤补丁，还有这个国服现在没开啊，但是后续有国服物价榜的，你可以实时查看各个装备的价值、各个东西的价格，然后在国服的数量，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用，大家也可以收藏留用。基本上比较好用的基础性的入门网站就这些，足够大家畅游流放伊朗的。大家还有哪些好用的软件工具，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补充。